华严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的大同古城之内，总占地面积达66000平方米。它是辽代皇家敕建的寺庙，也兼任了皇家宗庙的功能。这座寺院始建于公元1038年，也就是辽崇熙7年。寺的名字则源于《华严经》中“慈悲之华必结庄严之果”之句。辽代末年，华严寺大部分毁于战火，后又在金代重建。因为在辽金两代，大同都是西京，所以位于西京的华严寺当然也很受重视。但在之后数百年的岁月里，政治中心逐渐偏移，风光不再的华严寺虽然也有修缮，但终归是荒芜破败了下去。直到新中国时期，华严寺才得到了全面修缮，并被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现如今，华严寺的辽金建筑仅剩2处，它的大雄宝殿是金代建筑，博切教藏殿是辽代建筑，其余的要么是清朝建筑，要么是新中国建筑了。同时这里也是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取景地。本期视频是我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取景地巡礼的第13期，各位在我的主页搜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就能找到过往的全部节目。不过华严寺取景这个消息是听一个陌生网友说的，目前原链接都打不开了，没法进一步验证。那咱们就做一期古剑纯享，等将来出了游戏再验证。就算弄错了也没什么，毕竟华严寺很有看点，来了绝对不亏。看完视频你就知道了。我们先给华严寺分个区，早先华严寺有上寺和下寺的说法，北为上，南为下，建筑则是坐西朝东。我们根据这个蓝本，将如今的华严寺分为北区和南区来解说。这一轮先说北区，下一轮再说南区。我是春节期间去的大同华严寺，酒店定在了大同古城外边，古城里的游客那叫一个多。春节期间还有社火表演，有免费的白神话悟空，还有收费的黑神话悟空。当地的朋友推荐我吃顺义凉粉，但里边满满当当，根本挤不进去，没奈何，只能随便找了个刀削面馆吃饭。进华严寺记得提前到网上买票，淡季全价票40块一张，尽量别去线下排队买票。因为排队的那帮人要多磨叽有多磨叽，买完票记得看一看景区导览图，然后直接刷票进门。左手边是讲解接待处，可以雇佣导游，院子里还装饰了好多四时不败之花。我们走的入口是山门殿的掖门，真正的山门殿并没有开门。这座山门殿是始建于2008年的古建，此殿面阔5间，屋顶是单檐5殿顶，又是一个高配山门。它的外侧没有开门，但拍照很出片，所以经常会有人来拍照打卡。另外我在山门殿和掖门中间发现了一个故宫同款的墙，只不过故宫的看起来更华丽一些。这种墙应该是有说法的，但我查了好多资料，也不知道它应该叫什么。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评论区说一说。山门殿外侧的门是敞开的，殿内的2侧是古朴中带点抽象的4大天王造像。持琵琶的是东方持国天王，持剑的是南方增长天王，持蛇的是西方广目天王，持伞的是北方多闻天王，简直是教科书一样的好人。我们再看房和梁架上的彩绘，非常清晰精致，虽然是新弄的，但观感不差。山门殿的南侧是鼓楼，也是始建于2008年的古建，它的屋顶是十字歇山顶，远看四面皆有悬鱼，不过无人机不敢飞太近，不知近看是什么画风的。山门殿北侧的钟楼同样始建于2008年，据说钟楼之内还有一座巨大的明代古钟，不过这边不开门，我们也无缘得见了。钟楼的屋顶也是鼓楼同款的十字歇山顶，故宫角楼的屋顶也是同款，但沿的层数有一点差别。说来华严寺毕竟是皇家宗庙，角楼对标角楼也无不可。然后我们来到普光明殿的北配殿，也就是药师殿。官方电子讲解说这是歇山顶，但这个屋顶没有折断，是顺着垂下来的，侧面也有薄风板，我怎么感觉它像是悬山顶呢？殿内供奉的是东方三圣，中间的是药师佛，两侧则是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。殿内的壁画主题是为药师12大愿，内容则是希望自己修行有成之日，众生皆可脱离苦海。这些壁画是莫高窟壁画药师七佛的2创版本，虽然莫高窟不让拍照，但这边可以拍。4舍5入就是曲线云游莫高窟了。普光明殿的南配殿是弥陀殿，它和药师殿一样，属于是同款的悬山顶。此殿内供奉的是西方三圣，中间是阿弥陀佛，也就是接引佛，两侧则是大势至菩萨和观音菩萨。佛像背后的壁画是极乐世界，那是修行人的最终愿景。两侧的壁画也是接引主题，众生以化生童子的姿态，在佛与菩萨脚下的莲花中诞生，再根据生前的所作所为归入九品往生。以上的2座殿也是新建的。然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同为新建建筑的普光明殿，此殿面阔7间，前出抱厦，红圈里的区域就是抱厦区。我们走进抱厦区，
抬头看能看到建筑仍然采用了木构。如果其他的重修古建都能按照这个标准来盖，也不至于挨这么多骂。爆炸区的藻井分3层，下段是方形，中段是八角形，上段是圆顶八瓣，与梁思成《建筑大系书》中关于斗八藻井的记载完全吻合。爆炸区前有副对联，上联是世世熙熙从来富贵无了局，到此说了就了，下联是人生攘攘自古名利难放下，如此当放便放。这2句话或可点化更多深陷苦海不知回头的痴人。然后我们走进店内，先看屋顶，这里不仅有多处斗八藻井，还有熟悉的平旗，只是光线比较暗，看不清彩绘是什么。店内供奉的神像是华严三圣，中间是释迦牟尼的法身毗卢遮那佛，左斜侍卫是文殊菩萨，右斜侍卫是普贤菩萨，这便是华严三圣。最后我们来看三圣背后的壁画，壁画的主题是华严经中善财童子53参的故事。画中头上顶着3个揪的小胖孩就是善财童子，他在受了文殊菩萨点化后游历多国而成正道。我们还能发现画中的善财手脚都有金箍，看来《西游记》中由红孩儿转化而来的善财童子，其形象原型也是有历史传承的。至此我们就逛完了普光明殿，虽然我们刚才逛的都是2008年的新建建筑区，但这一路的所见所闻仍然是非常精彩的。然后我们穿过普光明殿来到上华严寺小院，一旦走进这个清代小院，就等于是进入上华严寺了。但我们先不着急进去，而是先在门口看看门前的阙梯。京城皇宫我去过，富商大院我走过，深山古寺我待过，阙梯我也见过不少，但这么华丽的阙梯还真是第一次见。这本身个头就大，同时还能维持整体观感以及保证局部的精细工艺，这就挺难能可贵的，不知是出自哪位匠人之手。上巳山门的中间是我们熟悉的哼哈二将，至于哪个是哼哪个是哈，应该不用我多说了。走过哼哈二将就能看到山门后身有2块碑，一块是光绪年间的重修华严寺碑记，另一块则是民国时期的重修碑记。当然山门后的碑不止这2块，因为它后身的2侧全是碑廊。我们走向其中的一侧，能看到一块加了玻璃罩子的乾隆碑，这块碑已经严重磨损了，它旁边是个磨损更严重的碑，都看不出年份了。第3块还是乾隆碑，磨损照样很严重。那么中间那块碑会不会也是乾隆碑？知道的朋友可以说一说。然后我们走向另一侧，这边有光绪年间的功德碑，有康熙年间的重修上华严寺碑记，有一块磨损非常严重的万历碑，它的背面是功德碑，磨损比正面还严重。另外还有一块光绪年间的开光碑，修缮咱了解，但是开光是怎么开法，我是真的不懂。看完碑廊，我们奔向主路，绕过一个1994年的古老香炉，就来到了上寺的过殿。此处原是上华严寺的念佛堂，同样前出爆煞，外沿的彩绘应该是有所修缮，但内部的彩绘历经100年，早已逐渐斑驳褪色，反而更多了一分古朴的味道。如今念佛堂内供奉的是一尊木雕佛像，拜佛的人依然络绎不绝。然后我们从后面走出去，就能穿到大雄宝殿的前院，但我们先不着急上去，先看右手边，这里以前曾是祖师殿，曾供奉达摩祖师，现在不清楚是谁。祖师殿对面是伽蓝殿，隐约能看到里边供奉的是关公。我们先从祖师殿的外侧走小路绕出去，就能抵达文殊阁。此阁面阔5间，屋顶为重檐歇山顶，内中供奉的文殊菩萨端坐在青狮背上，青狮的怒吼可震慑群魔，那是文殊菩萨大威德的表现形式之一。与文殊阁遥遥相对的是普贤阁，同是面阔5间，屋顶为重檐歇山顶，内中的普贤菩萨雕像与文殊阁一样，同为香樟木所刻。普贤菩萨的坐骑6牙白象的6牙，分别代表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视为6度。另外普贤阁和文殊阁一样，门口的牌匾署名也是颜真卿，这和善化寺别是同款吧。走完2侧，我们回到中间，登上台阶，奔向大雄宝殿。此殿始建于辽代，之后毁于兵火，在公元1140年，也就是今天卷3年，又依旧址重建。我们如今看到的华严寺大雄宝殿，便是从那个时候留存下来的金代建筑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儿是大同华严寺的大雄宝殿前边啊，正八经的古建，终于抽空能看一看来了。待会儿咱们就在一起好好逛逛这儿。华严寺大雄宝殿的月台很宽阔，也能容纳很多烧香拜佛的游客。我们先围着大雄宝殿走一圈，就会发现这后边是不能下去的，但后面地势较高，仍然可以用来俯瞰风景。月台前的这2根木杆好似北京天地坛的望灯杆，盲猜作用也是近似的。殿前的钟鼓2亭是明朝时期增建的，亭子顶都是6角窜尖顶。
中间的这座石经床紧挨着香炉，呛得我都不敢过去。如果用手机镜头放大来看，就能发现上边写的年代是大清光绪12年，但下半截和它并不在同一年代，且年份尚有争议，有说是辽代的，有说是明代的，这姑且存疑吧。然后我们来看屋顶，大雄宝殿的屋顶也是单檐五殿顶，这是妥妥的高配。更值得关注的是它的这一对琉璃大螭吻，北吻是金代原物件，南吻是明代的物件。这对螭吻高达4.5米，是中国现存的最大号的螭吻。我这手机、无人机拍出来效果都不行，看看人家相机拍出来的图，就能看出黄、绿、蓝、紫、黑的5色琉璃。这些零部件一般都是单独烧制的，后期再拼装。然后我们来将目光投向地面视角的大雄宝殿，此殿便阔9间。今天我们换成航拍视角来详细说一下这个9间。因为大雄宝殿是金代建筑，所以按照宋朝叫法，把红圈的位置叫当心间，黄圈位置叫次间，蓝圈位置叫烧间，绿圈位置叫进间，白圈位置叫廊间，加在一起正好是9间。它又是正面，所以叫面阔9间。同时它进深5间，合起来是95至尊，恰好符合它皇室宗庙的身份。然后我们来仔细看它的门，大殿的当心间开了大门，另外2个门开在了烧间。这个和善化寺大雄宝殿的门一样，花纹一波3折，所以也是传承自中亚的捆门。到了后世，捆门这种造型就被移植到家具上了。将来我们看古代家具时再细说。大雄宝殿的外墙上镶着一块字迹严重磨损的碑，这个只能勉强看清楚是乾隆年间的，具体内容就看不清楚了。而上方的2块匾额分别写着大雄宝殿和调御丈夫。调御丈夫指佛法可陶冶一切可度之人，而大雄2字中大为包含万有，雄为摄服群魔，所以大雄是对佛的尊称。落款的马林是明代总兵，所以牌匾也是明代的文物。至此我们就看完了金代建筑，也就是华严寺大雄宝殿的外观。现在我们来走进内部，来看看里边都有些什么好看的。进门首先还是抬头看屋顶，这个屋顶的平旗是明宣德年间的遗物，在清朝时又被重新彩绘过，一共有1000块左右，且每一块的纹饰都是独特的。然后我们来看殿内，大殿前侧的空间非常广阔，这当然是用了减柱法，减少了前侧的柱子，自然就相对扩大了前侧的空间。听说还用了移柱法，但是这大殿的木围栏的位置太靠前了，可视空间不大，就没能拍到更好的判定镜头，所以略过不表。然后我们来看殿内的明代5方佛造像，从右往左分别是东方阿处佛、南方宝生佛、毗卢遮那佛、西方阿弥陀佛、北方不空成就佛。佛前的这尊角楼乃是清代知名雕刻家李彦贵的作品，原型是大同城西北角的角楼前楼。这尊模型也得以在这座古寺之内一路存留到如今。5方佛的2侧彩塑是20诸天，这是明代的造像，无论是室内光线还是塑像完好程度，都比善化寺那边强了很多，所以今天就不需要网图了，我自己拍的就已经够用了。20诸天塑像的身体微微前倾，正是以护法神的身份做出了礼佛的姿态。我们先从南侧说起，南侧第1尊帝王形象的是焰摩天，也就是我们的阎罗王。南侧第2尊是月天，到明朝变成女性形象了。南侧第3尊是摩利支天，从金代就以女性多臂形象出现，现在也不例外。南侧第4尊是菩提树神，但是没带着菩提树枝。南侧第5尊是韦陀天，你的宝杵哪儿去了？没带宝杵怎么护法？南侧第6尊是大辩才天，和唐朝、金朝的形象差别较大，这资料有没有搞错呀？南侧第7尊是大自在天，音译为摩西首罗天。南侧第8尊是广目天王，南侧第9尊是持国天王，第10尊是地势天。如果不是有资料，我是真认不出来，因为诸天的姿势太统一了，法器几乎都没带，实在是不好辨认。然后我们再看看北侧，第1尊是缩结龙王，第2尊是日天，仍然是中年帝王形象，第3尊是鬼子母天，第4尊是地天，第5尊是吉祥天女，都是武将装扮。毕竟大同在明朝时期是边关，让现实照进神话，这倒也说得通。第6尊是三指大将，但是你兵器哪儿去了？第7尊是密集金刚，起码保留了赤色皮肤、发髻和怒目特征，这就好认多了。第8尊是增长天王，第9尊是多闻天王，第10尊是大梵天，和北京法海寺的铜漆壁画长得一毛一样。至此我们就说完了20诸天，这就属于是护法神的明代边关武将限定皮肤。另外听说殿内的壁画都是清光绪年间补绘的，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，但这些壁画都被神佛和其他塑像挡住了，游客活动范围又有限，仅能看到后方的一小片壁画，还能辨认出少许鎏金痕迹，但也仅限于此了。至此我们就逛完了整个大雄宝殿，再往后走能看到一个千手观音殿，这个殿看起来很新，也没什么可说的。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后侧的2个角楼，这算什么屋顶？L 型歇山顶，
这我就真不知道，有知道的朋友可以介绍一下。至此，我们就全面走完了大同华严寺的北区。这北区当之无愧的核心，便是当初上寺的核心大雄宝殿。在它落成的时代，门外是繁华的西景，城内有气派的离宫，城外有恢宏的陵寝。现如今，旧日的恢宏或化为尘土，或隐于荒草，只有门外的行人依旧熙熙攘攘。但他们如今走过的路，终归不再是昔日的辽京古道。但站在大雄宝殿前就不一样了，这座近代古建所承载的历史，都在砖瓦木构间真实存在，那是触手可及的、代代相传的、清晰可见的、不会被轻易遗忘的历史。而传承、宣传、铭记这些历史，那便是我们这些巡礼人的天命所在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公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